我不是正在公司年会上跟老板拼酒吗？前一秒还是我干了您随意，下一秒咋就跪在这冷冰冰的金砖地上了？马氏贵人，你有何才艺，可堪在御前展示？回皇上，臣妾愚钝，没什么拿得出手的才艺，就会整点锅包肉。这女的是不是脑子有病？干哈呢？装啥装？我铁岭的。我感觉自己天灵盖都被这几个字给掀飞了，一瞬间，什么宫斗，什么炮灰，全都被他忘到了脑后。他的脑子里只剩下这5个金光闪闪的大字：老乡见老乡。这哪是金手指啊，这他妈是金大腿，是航母级别的外挂。皇上，您听听，这马贵人真是天真烂漫，莫不是把这庄严肃穆的太和殿当成他家后厨了？就是啊，锅包肉那是什么粗鄙之物，也敢在御前献丑？武将之女果然上不得台面。回书贵妃娘娘的话，臣妾以为食者民之本也。这锅包肉虽非阳春白雪，却是人间至味。此菜需上好里脊，薄切成片，裹以精粉，其色如晚霞映日，逐月宝玉。其形能令3尺之瞳垂涎，亦能解百战之士的乡愁。入口一瞬，外壳酥脆，内里鲜嫩，酸甜之味在舌尖炸裂，恰似人生百味，有辛劳之酸，亦有回甘之甜。此等滋味，既能安抚肠胃，亦能慰藉人心。臣妾愚见，能抚慰君心者，便是最好的才艺。说得好，能抚慰君心者，便是最好的才艺。马氏的言辞恳切，心思纯粹，不落俗套，朕心甚悦。舒贵妃，你财款满腹是后宫表率，但水至清则无鱼，偶尔尝尝这人间烟火，也未尝不是一种雅。臣妾知错了。传朕旨意，马氏令进为正五品丽嫔，令赐黄金100两，锦缎10匹，再将御膳房的掌勺权分一半于丽嫔。朕的晚膳日后就由丽嫔费心了。臣妾谢主隆恩。老乡牛逼！这波配合，我给你打100分，你可别骄傲。娘娘，您真是太厉害了，奴婢做梦都没想到。哎呀，别激动，来，跟本宫一起盘盘咱的收获。第一，身份保住了，还升了职，从临时工直接转正带编制。第二，老乡关系确认了，皇帝就是咱最大的靠山，只要咱不作死，在这后宫横着走都没问题。第三，拿到了实权，御膳房的1半掌勺权，这不仅仅是做饭的权利，更是和皇帝建立私人联系渠道的绿色通道。以后咱俩就能借着研究菜谱的名义，天天在厨房里开小会唠闲嗑了。锅包肉外交，大获全胜。娘娘，您说的好多都听不懂，但就觉得好厉害。奴才未尽，给丽嫔娘娘请安。皇上有旨，今夜龙体略感疲乏，想尝尝丽嫔娘娘口中的人间日味，特命奴才送来了御膳房最好的里脊肉以及皇上说此不明白就给朕个溜肉段也行。地三鲜溜肉段，这都是啥呀？土豆，这个时代叫洋芋，是刚从海外传进来的稀罕物。老乡皇帝这是在给他出业务能力考核，考砸了，以后还怎么在后宫一起愉快的建设新伦村？皇上，臣妾领旨，保准让皇上吃得舒坦。俏儿，别搁那儿发愣了，麻溜的！啊，娘娘咋了？快去库房里给我找口锅，就找宫里最大那口铁锅。还有，告诉烧火的太监，今晚火要旺，油要足，要贼拉旺的那种。娘娘，要那么大的锅干哈呀？今晚咱必须让皇上吃上这口地道的家乡味儿。哎呦，丽嫔娘娘，您怎么亲自来了？这御膳房种地，油烟味大，怕是熏着您金贵的身子。您要什么菜，吩咐一声，奴才们给您做就是了。张公公，您是耳朵不好使还是记性差？别跟我俩的。皇上说了，御膳房的掌勺权分我1半，我来给我自个儿的给皇上做晚膳，天经地义。咋的？你是想抗旨？奴才不敢，丽嫔娘娘说笑了，您请，您请。娘娘，您到底是做地三鲜还是溜肉瓣啊？小孩子才做选择，你家娘娘我全都要。给老乡接风必须安排到位，一份明着送，一份咱偷偷加餐。我钻研御膳20年，竟不如一个娘娘用洋芋和茄子随便一炒，我的厨道崩塌了。那黑乎乎的酱是何物？闻着有蒜香，竟如此霸道。那肉片炸了2遍，看着就嘎嘣脆。
这玩意儿才是今晚的王炸，能不能让咱老乡感动的流眼泪，就看他了。娘娘，这啥呀？蒜蓉辣酱。哦，就是这个味儿，一模一样。皇上，丽嫔娘娘说此物配菜更佳。哈哈哈哈哈！她还真给朕整出来了，这丫头。魏晋，秘密将丽嫔请到养心殿偏殿的东暖阁，就说朕有几处菜谱的疑难，想请教丽嫔。奴才遵旨。哎呦我的妈，妹子，你可算来了，快上炕，快上炕，别搁那站着了，你这手艺绝了，哥3年没吃着这么正宗的味儿了。哥，你快拉倒吧，还搁那装呢？瞅你那黑眼圈，跟让人揍了似的，指定是天天熬夜，不是996就是007吧？嗨，别提了，比996苦多了。这帮老头子比我以前的甲方难伺候多了，一个个的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天天跟我这知乎若野，脑袋都大了。我3年前一个项目应酬，被甲方灌多了，再一睁眼就成了这个爹不疼娘不爱的皇子。哥，你辛苦了。现在好了，有老乡了，妹子，以后在这宫里有哥罩着你，谁也别想欺负你。哥，你这后宫管理不行啊！啊？你想想，一帮小姑娘20来岁，精力旺盛，天天闲得蛋疼，不琢磨着争风吃醋还能干啥？依我看，就得给他们找点事儿干，整点 KPI， 搞点团队建设，调优评先，末位淘汰，把他们宫斗的劲儿都给我用在正道上。 KPI？ 对啊。比如喜欢做衣服的，就成立个皇家高定服装小组，设计出好样式的有奖；喜欢琢磨吃的，就归我管，成立个美食研发部；喜欢唱唱跳跳的，搞个宫廷文工团，年底搞评比，优胜给涨工资，哦不，涨份力，还能获得和你一起共进晚餐的机会。这想法是好，就是太后那边还有那些世家大族，他们能同意？怕是又说要说有违祖制了。哥，思想阵地，我们不去占领，敌人就会占领。你得主动出击，把这后宫打造成咱自个儿的根据地，把这帮发慌的女人都变成你的生产力。就这么干。丽嫔娘娘，这是德妃娘娘给您的请帖，娘娘宫里的几株金桂开了，邀您一同赏花品茗。知道了，回去告诉德妃姐姐，我一定到。娘娘，德妃娘娘是出了名的老好人，从不参与纷争，这是好事儿呀。这是个接触后宫中立派的绝佳机会。哟，这不是丽嫔妹妹吗？妹妹真是好福气。本宫听闻，昨夜皇上与妹妹探讨食谱至深夜，不知疲倦。妹妹不如也教教我们这些做姐姐的，到底是如何才能做出让皇上如此废寝忘食的佳肴呢？也好让我们都学学妹妹这顾宠的本事啊。淑贵妃姐姐说笑了，妹妹哪有什么的本事呀？不过是皇上日离，妹妹愁着心疼，就想给皇上整点。皇上吃到底不都是盼着故宫的铁案子，才有精神头处理朝政，咱们大清的江山才能更稳固，不是？妹妹觉得能让皇上吃啥下饭，就是咱们做最妃嫔的对皇上最大的忠心。丽嫔妹妹真是伶牙俐齿，姐姐谬赞了。妹妹嘴皮子不咋地，就是会做2道菜。德妃姐姐的茶话会快开始了，妹妹就先告辞了。各位姐姐妹妹，回头我赞个局，请大家吃我新琢磨出来的点心啊！妹妹来了，快请坐。这金桂开得正好，想着邀妹妹一同赏赏。姐姐太客气了，姐姐这儿真雅致，比妹妹那乱糟糟的揽月轩强多了。妹妹说笑了，妹妹如今可是皇上跟前的红人，姐姐羡慕还来不及呢。红不红的不重要，重要的是日子过得舒坦。姐姐这儿清静，妹妹以后可要常来蹭茶喝，随时欢迎。娘娘，您还不睡？都这么晚了。睡不着，得把这后宫 PI 的细则整出来，不然那帮娘娘们不知道该咋干。娘娘，您写的这些，奴婢一个字都看不懂。看不懂就对了，这是现代管理学的精髓，回头我慢慢教你。对了，俏儿，你明天没事儿就往御膳房多跑跑，跟那帮小太监套套近乎。啊？为啥呀？张德利那老瞎子，今天表面上服软，心里指不定憋着什么坏，咱得提前布眼线。奴婢明白了。小镯子，这是我家娘娘赏的点心，你尝尝。谢谢翠俏姐姐，丽嫔娘娘人真好。那是。对了，最近御膳房有啥新鲜事儿不？翠俏姐姐，我跟你说个事儿，你可别说是俺说的。你放心，我嘴严着呢。张公公，
他让人把娘娘领的面粉换成发霉的陈面了，我亲眼看见的，真的，千真万确。他还说明天的茶话会要让丽嫔娘娘当众出丑。好兄弟，这事儿你烂在肚子里，谁也别再说，我先走了。娘娘，不好了！我听小镯子说，他让人把咱们领的面粉换了。哎呦呵，这是憋大招呢，他还真敢呢，这是给我送人头来了。娘娘，您不着急？俏儿别慌，按兵不动，就当不知道。可是明天那么多娘娘都来，要是当众出了丑，出丑？谁出丑还不一定呢。你去帮我准备几样东西。啥东西？紫甘蓝、白醋、小瓷碗，还有干净的宣纸。紫甘蓝那是啥？就是紫色的圆白菜，去御膳房要一个，就说我要做新菜。娘娘，您这是在变戏法吗？这叫科学。紫甘蓝里头有花青素，遇酸变红，遇碱变蓝。发霉的面粉会变酸，用这个一测立马现原形。花什么素？你就当它是一种能分辨好坏的神仙水。明天咱就让张德士开开眼。今日天气好，姐妹们心情也好，妹妹变献丑了。这第一道点心云纱团，最关键的便是一份好面粉。玛丽，你好大的胆子！你怎敢用此等发霉之物招待我等？莫不是存心做我们？连皇上也想用此等秽物糊弄？娘娘恕罪，娘娘恕罪啊！这一定是库房采买的疏忽，是奴才监管不力，奴才有罪。本想给大家露一小手，没想到还顺便破了过案。这宫里的生活真是比我们东北大集还热闹。各位姐姐妹妹别急，本宫前几日偶得一物，此物乃西域奇花所制，明遇陈腐之物则会变为绿色，若遇新鲜之物则颜色不变。哼，装神弄鬼！去2只白瓷碗来。变了，真的变成绿色了！奇术！翠俏，把人带上来吧。是张公公，是张公公指使奴才把丽嫔娘娘的面粉给换掉的。不是我，是舒贵妃！大胆奴才，竟敢攀咬本宫！都起来吧。御膳房采买不严，管事不力。拉下去，杖毙，一敬效尤。皇上饶命，饶命啊！妹妹，你今日虽大获全胜，立了威，可也彻底得罪了舒贵妃和她身后的太后。明日的晨昏定险，怕是有一场硬仗要打。多谢姐姐提醒，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妹妹我最不怕的就是打硬仗。还是婉仪懂事，端庄持重，有母仪之风啊。母后谬赞了，臣妾愧不敢当。不像某些新进之人，不知天高地厚，没一点规矩。太后娘娘教训的是，臣妾知道错了。不过臣妾听说您一到秋冬天，这膝盖就发凉，老寒腿犯了可不得劲儿。这是臣妾给您做的小玩意儿，叫暖膝宝。用艾草和粗盐炒热了，拿布包好，往膝盖上一敷，保管您一晚上都舒坦。这可比吃多少名贵补药都强。咱得讲科学养生。哟，还真是热乎乎的，隔着布也不烫，这股艾草味闻着也舒坦。东西留下，你退下吧。皇上，丽嫔娘娘今日在慈宁宫用暖膝宝化解了太后的敲打，但太后面色不悦，怕是……朕知道了，光让老乡妹子一个人在前线冲锋陷阵，朕在后头看着不够意思，得给她整个场子撑个腰。魏晋传旨，今年的中秋宫宴一切从简，不必拘于礼法。朕看丽嫔厨艺不赖，就由她全权操办，在御花园里办一场露天烧烤晚会。皇上，露天烧烤晚会，怎么你有意见？今天咱就学一件事儿，撸串。这羊肉不能切太厚，不然烤不熟，口感还柴。穿串的时候讲究肥瘦相间，这么烤出来才滋滋冒油香。还有这烧烤料，孜然、辣椒面、芝麻是灵魂3件套，一样都不能少。娘娘，这孜然是啥？闻着真香。西域来的香料，配烤肉绝了。哎呀，我这串怎么歪歪扭扭的？这样，从中间穿过去。对，就是这样，麻利点儿。这成何体统？皇家颜面何在？太好吃了，母妹，我还要。媳妇儿，快尝尝你老公我的手艺，味道杠杠的，香。都别乱，别瞎跑！娘娘，快跑啊！把咱们准备的秘密武器拿出来。
不想被熏死的，赶紧拿湿布捂住鼻子嘴。你们几个把沙子往火根上倒，不是往火苗上扬。还有你们抬水的，把旁边的帐幔和桌椅都给我浇湿了，形成隔离带。给朕查！来人！舒贵妃萧婉仪指使下人纵火，意图谋害朕与后宫妃嫔，罪不可赦，废去卫尉，打入冷宫。皇上，臣妾冤枉啊！臣妾毫不知情，是下人及丽嫔得宠，自作主张，求皇上明察。皇帝，她毕竟是国舅之女，草率处置，恐让前朝姜家心寒。两个小太监杖毙！舒贵妃禁足1月，闭门思过，退下。丽嫔，今夜辛苦你了。这个玛丽不是等闲之辈，常规的宫斗手段对她根本无效，甚至还会被她反过来利用，成为她立威的垫脚石。这丫头太邪乎，太嘎咕了，不能再让婉仪跟她斗了。婉仪根本不是对手。去传哀家懿旨，3日后慈宁宫设宴，只请皇帝、丽嫔和舒贵妃3人。太后，这哀家要亲自会会她。哥，今儿个可差点没把我吓尿了。那老太太瞅我的眼神儿，跟要给我直接打包送走似的，冰凉冰凉的。怕哈？有哥在呢，他想给你咔嚓了，那也得先问问我这带龙标的脑瓜子同不同意。唉，咋的了哥？你这咋还长吁短叹的？妹子，你不懂，我这皇上当的憋屈啊！我穿越过来这3年，表面上是95至尊说1不2，可实际上呢？这满摊我都是太后和姜家安插进来的老臣，我就是个盖章的。我想减点税，让老百姓喘口气。户部尚书刘敦就带头跪在地上哭穷，说国库里1滴都没有了。我想修个水利，防止夏天发大水，他又说没钱，1分钱都挤不出来。这帮老家伙天天跟我俩的，就是不干正事。啥玩意儿？哥，你这不就是被职场霸凌了吗？这姓刘的不就是典型的职场老油条吗？专门给你这个新来的老板上眼药，跟你磨洋工。你得审计他呀，查账，看他钱都花哪儿去了。我就不信一个户部尚书能干净到哪儿去。查咋查？这古代的账目糊涂的跟一锅粥似的，全是窟窿。他随便找个理由就搪塞过去了，查不出真东西。哥别墨迹，你对付我有招。这是种老油条，你不能硬来，硬来他就能给你躺地上碰瓷儿，说你迫害忠良。咱们得给他整个项目制，让他自己心甘情愿的把钱从兜里掏出来。你这小脑瓜一天天都琢磨啥呢？净是些鬼道主意。哎，你别动手动脚的啊，唠正事儿呢。第一步，我的计划是这样的，叫以工代赈，再加一点项目众筹。你先以皇帝的名义发起一个德政工程，比如疏通京城的水渠，解决每年夏天的内涝问题。这事儿谁敢说个不字？然后你宣布成立一个皇家专项基金，专门管这个项目，甚至土地要开发成商业街，到时候商铺的税收可以按入股比例给他们分红。高啊，妹子，你真是我的诸葛亮，就这么干。不过这事儿要启动，第一笔钱还得从国库出，那就绕不开刘敦那个老抠，他就是咱们这个创业项目的第一个天使轮投资人，必须想个法子，让他不仅得把钱吐出来，还得高高兴兴的吐。哥，你负责在朝堂上起高调，把场子给我搭起来，我呢就负责在后宫给你抄后路。这后宫1亩3分地，死气沉沉的，也该搞点增收了。我先拿他们练练手，给你培养点能干活的人才出来。你准备咋整啊？山人自有妙计，保准让他们从天天琢磨着怎么宫斗，变成天天琢磨着怎么内卷。开 PS 画大饼，皇上饿了。这位丽嫔娘娘绝非凡人，怕不是天上下凡来辅佐皇上的9天玄女。皇帝啊，哀家昨晚梦见先帝了。治国和治家是一个道理，这后宫就是皇室的脸面，只有出身高贵、德行端庄的女子，才能稳固后宫，才能诞育出最优秀的皇嗣，这才是江山稳固的基石啊！若是让一些出身卑微、举止粗鄙、只知钻营媚上之徒入了这后宫，那不仅是皇家蒙羞，更是对祖宗礼法的大不敬。太后娘娘，您说的太对了，臣妾听的是热血沸腾，茅塞顿开啊！正所谓英雄不问出处，但那也得看是什么英雄。像皇上这种天生的真龙天子，生来就是人中之龙，那自然是需要太后您和舒贵妃姐姐这样血统高贵的凤凰来相配，这叫强强联合。但臣妾觉得吧，光有凤凰还不够啊，总得有几只百灵鸟、小喜鹊在底下给您叽叽吱喳喳的唱唱赞歌，活跃活跃气氛不是？臣妾不才，没那个当凤凰的命，您闷了，臣妾给您做俩下酒菜。
保证把您二老伺候的舒舒服服、高高兴兴。母后，丽嫔说的对啊，儿子每日处理朝政，焦头烂额，脑仁都疼。回到后宫就想找个地方歇歇脚，放松放松。正需要丽嫔这么个开心果在身边解解闷儿。治国如烹小咸，也如管理后宫嘛。既要有舒贵妃这样的主菜摆在那里雍容华贵，撑起整个宴席的场面，也得有丽嫔这样的开胃小菜，不是？酸甜爽口，活色鲜香，能调剂口味，让人食欲大开。荤素搭配，这饭才能吃得香，这国才能泰，民才能安嘛。皇帝说的是，哀家乏了，你们都退下吧。妹子，你可真是个天才。你瞅瞅太后那脸，黑得跟锅底似的。你那套喜鹊报喜论简直绝了，哥今天算是开了眼了。哥，这老太太不吃软咱这套油嘴滑舌，她觉得咱们在戏耍她，在挑战的权威。我瞅她最后看我的那个眼神，冰凉冰凉，跟看死人一样。她下一次出手，绝对是雷霆一击。什么 GPI？ 我瞅着是丽嫔想学公鸡打鸣吧？她这是疯了心了，真把咱们当成她家后院养的鸡了，还下指标，膈应人不膈应人？就是，咱们是伺候皇上的，又不是织布的绣娘，简直是胡咧咧，荒唐至极。姐妹们，我知道你们都拿到那份文件了，也知道你们看不懂，更知道有人在背后说我瞎折腾。今儿我就跟大伙儿交个底，咱不说那些文绉绉的玩意儿，说白了就一句话。干活挣钱，织一块最简单的手绢10文钱，绣一个双面绣的荷包20文。谁做的点心好吃，皇上的赏赐归你，我这再给你补贴100文。月底凭劳动飘风，不搞那些虚头老脑的。我请他吃我们东北正宗的铁锅炖大鹅，钱肉都给到位，就问你们干不干？丽嫔娘娘，此话当真？必须的，我玛丽说话一个唾沫一个钉，杠杠的。当着这么多姐妹的面儿，我还能扒瞎不成？哎，丽妃妹妹，你这季度的 KPI 咋定的？我这还差2块手绢呢，愁死我了！别提了，为了抢刺绣组的单子，昨天都跟张才人急眼了，俩人差点没干起来。你还好意思说？明明是我先看上的料。听说了吗？我昨晚熬夜琢磨新菜，把小厨房给点了，幸好扑得快。你可小心点儿。娘娘，奴婢打听过了，丽妃她说手里的活还没做完呢，这个月奖金不想要了。德妃忙着安排生产任务，连见奴婢的功夫都没有。本宫的拉拢手段全失灵了，就因为她那几个臭钱。娘娘，妃嫔们私下抱怨的都是，凭啥你这个月的奖金比我多2两银子？既然她喜欢玩这些下里脏人的东西，那本宫就让她见识见识什么是真正的高雅，什么是真正的云泥之别。去备车，我要出宫一趟，把我爹国舅爷给我请来。刺绣组理猜人，本月完成手绢20方，河道10个 ，KPI 超额完成，奖金300文。烹饪组王常在研发新菜拔丝地瓜，深受皇上喜爱，奖金500文。姐妹们，这只是开始，下个月咱们还要扩大规模，成立几个兴趣小组，专业化管理。爱做针线活的，成立手工葛刺绣组；爱琢磨吃的，成立中华小大家烹饪组；会读书写字的，成立百家讲坛文艺组。还有你们几个平时最爱家长惜家短的，也别闲着，成立狗仔队八卦信息组，负责给我收集宫里宫外的大小消息，按情报价值给钱。真的，还有这种事儿？我针线活好帮刺绣组。妹妹，我以前总觉得在这宫里活着就是熬日子，从天黑熬到跳，不知道哪天是个头。可现在我忽然觉得这日子还真有点奔头。姐姐，好日子还在后头呢。妹妹，有件事姐姐得提醒你，舒贵妃那边最近不太平，我听说她出宫见了国舅爷，怕是……我知道她不会善罢甘休的，姐姐放心，我心里有数。还有太后那边好像也……娘娘，太后懿旨到了。太后懿旨。为正后宫风气扬我大庆彩，特于3肉在畅音阁举办秋日雅集，由舒贵妃协理，后宫妃嫔皆需出席。丽嫔由当为表率，献艺助兴，钦此。妹妹，这不是雅集，这是针对你一个人的鸿门宴啊！娘娘，这个咋整啊？咱斗厨艺干仗那都不带怵的，可这吟诗不会啊，这不净欺负人吗？吟诗作图，行啊，本宫就让他们看看什么叫文化自信。
哎呀，丽嫔妹妹可算来了，我等都等急了，正盼着欣赏妹妹的绝世才华呢。这桂花糕不错，你尝尝。娘娘，您还有心思吃呢？这惊死！好诗，好诗，颇有风骨。贵妃娘娘才情，实乃我大庆女子之求楚。看见没？这才叫才华。你那点厨子手艺上不了台面。诸位静一静，今日雅集群贤毕至，佳作纷呈，实乃我大庆文坛盛事。下面有请圣卷正迷，深受皇上赞扬的丽嫔娘娘为我等献诗一首。那个各位才子佳人、兄弟姐妹们、大爷大大妈们，我这人吧贼拉粗，肚子里没啥墨水儿，要不我给大家念个我们家乡的歌，就当是助助兴了。大金链子、小手表，一天3顿小烧烤。你讲你的知乎则，我瞅我的赵大哥。你要问我啥文采，锅包肉它香不香？胡闹，简直是胡闹！国之将亡。看见没？这就是他的才情，真是让人大开眼界。刚才给大伙儿上的是拍黄瓜，开胃，现在上硬菜。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30功名尘与土，8000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汉狼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此词气吞山河，字字皆是忠魂。老夫枉读圣贤书数十载。赏，朕要重赏。丽嫔德颜兼备，当为天下女子之表率。朕要启奏陛下，丽嫔一介后宫女子，竟敢妄议古人，心怀不臣，其心可诛。否击私臣，为家之所，此乃亡国之兆啊！陛下，请陛下降罪丽嫔，以正朝纲，以安天下。说完了，退朝。这个玛丽不是野心勃勃，她是想权倾朝野。她不是来当妃子，她是来皇帝命命的催命符。太后，那咱们等着，朝堂上那帮言官不会放过她，皇帝就算想保也保不住。咱俩这波确实是装大了，有点脱缰，得赶紧找补回来。你现在要是硬保我，那就是跟整个文堂对着干，跟祖宗礼法对着好，得不偿失。不如咱俩演一出戏。演戏？演啥戏？明天你假装龙颜大怒，把我打进冷宫，我进去躲一阵，等风头过了，你再把我弄出来。冷宫？那地方又阴又冷。没事儿，你让人提前给我收拾收拾，铺上炕，备上酸菜，那就是东北猫冬，舒服。行，听你的。皇上，都是臣妾的错，是臣妾言语无状，得意忘形，才给皇上惹下了这天大的麻烦。臣妾情愿去冷宫思过，闭门反省，只求能为皇上分忧，平息朝野的议论。你还有脸说？你知不知道因为你，朕在朝堂上有多被动？滚！滚！给朕滚去冷宫好好反省，没有朕的旨意，不许出来。
我的妈呀，这哪里是冷宫，这分明是 VIP 单间啊！娘娘，魏公公真是有心了。娘娘，快趁热吃酸菜炖粉条子，还有您最爱吃的血肠。我的妈呀，这哪是坐牢啊，这简直就是回我们东北猫冬了，舒服。来来来，这把谁当地主？娘娘，您这牌技，老奴服了。刘嬷嬷，我瞅着这冷宫最里头那个院子，咋总锁着门，还阴森森森的？哎呀，你可千万别往那儿去，那儿住着一位惠太妃。先帝爷在时，那可是鼎鼎受宠的妃子，娘家也显赫。可不知咋的，一夜之全家2倍大事就用了。她自个儿敢靠近，都说她身上不干净。封太妃。太妃娘娘，我给您带了碗疙瘩汤，趁热喝。米，南地的米，刘胖子都姓姜，血都是血。南堤、米、刘胖子、姜，户部尚书刘敦是个胖子，太后娘家姓姜，这很可能是一桩关于漕运贪腐、侵吞赈灾粮的惊天大案。别过来！别过来！娘娘，您这一天都没咋吃东西，那封太妃的事儿您就别想了，怪吓人的。波浪、方盒子、火苗、冷火炕。秋儿，我知道了，冷火炕。东北的火炕里面是中着，可以藏东西。那幅画的意思是，记录着南堤决口真相的铁盒账本，藏在一个冰冷的旧火炕里。娘娘，您在说啥？别问了，快给我找根铁签子，我要去刨炕。给老娘开！找到了，铁证如山。丽嫔娘娘，这黑灯瞎火的，您搁这儿鼓求啥呢？这不是贤王殿下吗？王爷啊，这不是天冷了吗？冷宫里头也没啥好吃的。我寻思我爹以前教过我，老鼠爱在炕洞里藏食儿，我来刨点给冷宫里那帮老姐妹们改善改善伙食。哦，本王倒是不知，这冷宫的耗子口味如此独特，还吃铁盒子。王爷，您这就外行了不是？我们东北的耗子那可不一般，铁饭盒都能给你咬穿了，贼拉厉害。哎呀，不跟您唠了，太妃娘娘还等着我这口宵夜呢，回头再聊啊，王爷。这贤王绝不是善茬，必须尽快行动。好一个姜家，好一个刘敦，他们这是在挖我大清的根！来人，朕要把刘谦和江渊那老小伙子都给抓起来砍了！哥，你先别急眼。咋了？你现在是皇上，这账本是你从我手里拿到的，咱俩啥关系？别人门清。你现在要是直接拿这玩意儿去办他们，那帮言官就得说你公报私仇，打击报复，到时候有理也变没理了。那咋整？这么个铁证，总不能让他发霉吧？这事儿得找个第三方来办，一个德高望重，跟江家没啥利益纠葛，而且还死脑筋认死理，谁的面子都不给的老古板。王府志。
王大人来啦，别搁那儿站着了，快过来坐，咱先垫吧一口，吃饱了才有力气唠嗑。尝尝呗，不赖。王大人，我知道您瞅不上我，觉得我嘎咕虎，净整些上不了台面的玩意儿，但我跟皇上就是想让这天底下的老百姓将来都能安安稳稳的吃上这么一锅热乎饭，而不是看着自家孩子在那些豆腐渣的河堤下面被大水给活活淹死。此等国贼，人人得而诛之。这奏折，老夫来上。有事起奏，无事退朝。臣有本奏，臣弹劾户部尚书刘敦，贪没救灾款项，以次充好修南堤，致使是何君老奸之大罪。王大人，你这是何意？老夫为朝廷兢兢业业数十载，何曾做过此等伤天害理之事？这账本上白纸黑字记得清清楚楚。庆元23年，拨南堤修缮款30万两，神收20万两，与江刘二公3-1均分。你说这笔钱去哪儿了？王大人，这账本从何而来？是何人所写？可有官印？可有祖证？此账本乃先帝朝惠太妃府中旧物，当年惠太妃一家为此事告御状，反被你们乌为猛满门抄斩。你说这账算不算得清？一派胡言！账本你莫不是被那丽嫔给蛊惑了？皇上万不中了奸计啊！够了！朕今一日记得清清楚楚，是如何在流传队挂着江家的旗号，哪个官吏收了黑钱，还有严空虚亲口供称，朕的子民连口咸蛋都尝不起，你们却富得流油。皇上，臣有证据。当年南堤决口后，臣曾亲眼看见刘大人府上运进去10几车金丝楠木，那些木头正是修南堤的物资。对，臣也见过江家的船队常年往南边运粮，回来时船舱里装的根本不是粮。皇上，臣有罪，臣教女无方。小女婉仪身为贵妃，不思母仪天下，反而嫉妒丽嫔，竟与刘敦等人勾结，伪造账目，意图构陷忠良，搅乱朝纲。这些是他们的通信罪证，臣为了江山社稷，只能大义灭亲。来人，将刘敦押入天牢彻查。淑贵妃萧婉仪勾结外臣，祸乱朝纲，废去位分，打入冷宫。至于江国舅，念在你大义灭亲，暂留职位，戴罪立功。谢皇上隆恩。我去，江渊这老小子也太狠了吧！亲闺女说卖就卖。娘娘，这江大人也太吓人了。不对，这事儿不对劲。他的大义灭亲来得太快太果断，就好像早就准备好了似的。玛丽，你等着！尝尝这个，御厨新做的。丽嫔，这道松鼠桂鱼不错，多吃点。这位丽嫔娘娘怕是要成大庆朝第1人了。皇上，老臣有话要说，老臣心中有忧，不吐不快。国舅请讲。近日朝野上下议论纷纷，因丽嫔擦卓绝，手段高明，但恕老臣直言，这些做法有违祖制，动摇国本。江大人说的极是，《论语》有云：“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后宫娘娘们本该修身养息养夫教子，如今却整日谈钱论利，成何体统？上下交增利，而国危矣。若人人皆以逐利为本，道德沦丧，礼崩乐坏，大清朝的根基岂不动摇？皇上，臣妾请求与诸位大人当庭一辩。准，能辩得过满朝饱学之士？诸位大人，你们刚才说的那些我都听明白了，无非就是觉得我做的事儿不合规矩，坏了道统。没错，你既知错，还不速速认罪？我说我听明白了，可没说我认错。我这疙瘩有个理儿，叫正确的认知来源于实践检验。啥意思呢？就是说一个道理对不对，一个法子行不行，不是看他听着多高大上，也不是看哪本书上写着，而是要看他实际做出来的效果。你们说我搞乱后宫，可事实呢？现在后宫姐妹们有钱赚有事干，不再成天争风吃醋，内务府的开销省了1半还多，这是不是事实？你们说我开饭馆是僭越，丢了皇家脸面，可麻辣烫店让多少老百姓吃上了热乎饭，还帮朝廷查出了私盐大案，这是不是事实？强词夺理，纵有小利，但有违圣人教诲，终究是歪门邪道。歪门邪道？那我问你，圣人教你们的那些玩意儿，让老百姓吃饱了吗？让大清朝强大了吗？你们天天抱着那几本破书，老百姓连口粮都吃不上，何必绝了说是天灾？这就是你们的道统。一个理论，要是不能让国家更富强，不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那它就是狗屁。我就知道，能让咱大清朝的老百姓吃饱穿暖，能让咱大清朝挺直腰杆子的，就是好法子。听娘娘一席话，胜读10年书，老夫受教了。
王大人言重了，咱们都是为了大庆好。好，诸位爱卿，共饮此杯，为大庆，为百姓。丽嫔娘娘，在下佩服，皇兄真是好福气，得此贤内助，如虎添翅。承蒙贤弟夸奖。庸古今日所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真乃金玉良言。改日，臣弟想请娘娘到府上坐坐，好好探讨一下这实践的道理。贤弟有心了。哥，这贤王不对劲。那我知道，江家倒了，刘敦死了，可咱们还站着个更麻烦的。他到底想干啥？但他肯定不是来跟咱俩唠嗑的。皇上，边关急报，呈上来。混账！慕容展来报，北境敌族异动，已连续3次犯边，将士们浴血奋战，可粮草迟迟不到位。户部那帮人到底在搞什么？皇上息怒，臣也不知为何会耽误。刘敦虽死，可他手下那帮人，臣还没来得及彻查。朕不管你什么理由，3日之内粮草必须送到边关，否则朕拿你试问。皇上，不是臣推倭，实在是国库已经空了。退朝。哥，吃点吧。媳妇儿，我没辙了，国库空了，粮草运不上去，前线将士们在拼命克我帮不了他们。哥，你先别急，咱俩都是现代人，办法总比困难多。我想过了，动用内渡，可内渡那点钱也就够撑1-2个月。那咱们找有钱的人借呗。那帮商人精得跟猴似的，没好处，他们不会掏钱。咱们发行为国债券，朝廷向民间借钱，承诺利息，到期之后连本带利还给他们。那帮商人不就是想赚钱吗？咱给他们一个赚钱的机会，他们还能不买账？这行吗？必须行。今国库空虚，欲发行战争国债，以充军饷。皇上，此举万万不可！朝廷向民间借钱，这成何体统？对，皇家颜面何存？这不是与民争利吗？皇兄，臣弟以为此法但不失为一条出路。边关将士浴血奋战，若是粮草不济，后果不堪设想。臣弟愿意协助户部筹备此事。贤弟有心了，准奏。回皇上，发行的第一批银两已经全数押运至边关，将士们士气大振。好啊，媳妇儿，你又立大功了。哥，你快拉倒吧，这么多人愁着呢。怕啥？你是朕的贵妃，朕的功臣。哥，别高兴太早，我总觉得贤王这次突然支持咱们，有点不对劲。怎么说？以前他是3天2头往宫里跑，现在人都见不着了。魏公公，贤王最近在干什么？回娘娘最近很活跃，好几位赋闲在家的宗室王爷，还有几个手握兵权的老将，都成了他府上的常客。他这是不装了，准备明着来了。由他去吧，一个小崽子还能翻了天不成？丽贵妃娘娘，这是贤王殿下送您的贺礼。娘娘，这贤王还挺会来事儿。送啥不好，送一本《山海经》，他啥意思？讽刺我一天到晚进白乎？这感觉太膈应人了，就像是有人在你家门上画了个你看不懂的记号，说不出哪儿不对，但就是浑身不自在。您咋了？没啥。娘娘，奴婢听见个事儿，有几个外地口译的人一直在打听当年惠太妃和南提案的事儿。什么样的人？穿着打扮不像普通老百姓，但也不像官府的人，神神秘秘的，搁那儿叨咕半天，问完就走了。皇上，京城里有几股暗流在汇集，源头都指向贤王府。他到底想嘎啥？奴才不知，但他绝非只想散播些流言那么简单。古董玉器、丝绸茶叶、星象仪击过零件、深海玄矿石。翠瑶，把咱们后宫实业这半年的账本，还有之前抄刘敦家时抄来的那些账本，全都给我拿过来。媳妇儿，你这是整啥呢？数据分析，就是把所有看着没关系的信息都放一块儿，找他们之间的联系。你看，这支商队运送南疆百草路的时间，跟薛太医说院判打听毒药的时间差了半个月。还有，他们购买星象仪零件的钱，是从一个叫德顺祥的钱庄走的。而报这个钱庄在刘的账上呢，是在比萨做皮货的。关键的是这儿，这支商队去过的几个地方，表面上是贩卖皮货，但实际上都跟当年南地案的几个关键人物的老家重合。你的意思是？哥，我觉着贤王他可能不是为了造反，他更像是在找东西。娘娘的意思是，贤王的目标可能不是皇位，而是某种前朝遗留的秘宝，比如传说中能定鼎天下的传鬼洗玉玺，或是跟龙脉有关的东西。这孙子到底想嘎啥？哥，他不是在找东西吗？找东西也不能这么得瑟呀！又是散播流言，又是往宫里塞鬼画符，他这是竞引而气我呢。他就是故意的，就是想让你慌，让你乱。你一乱，
就容易出错。朕偏不让他如意，他不是爱玩阴的吗？朕这就派人去把他府上翻个底抄。现在去查，啥也查不出来。他敢这么明目张胆，就说明他不怕你查。哥，得主动出击。咋出击？他现在跟个泥鳅似的，滑不入手。他不是爱整那套天象示警吗？那咱就跟他玩把大的，咱也整一个天象，天降祥瑞。边关大捷，秋粮丰收，此乃双喜临门。朕决定10日后于天坛举行盛大的祭天祈年大典，与万民同庆。为了个大赏和打仗，就搞这么大阵仗？皇兄圣明，此乃顺应天心，与民同乐之举，臣弟附议。他倒是会装，他越是这样，我这心里越没底。哥，光祭天还不够热闹，咱得加点料。媳妇儿，你这脑袋瓜子咋长的呢？真尖！听说了吗？皇上请咱老百姓吃饭，我的妈呀，这可是天大的福气啊！他不是说腰星线吗？咱就让他看看啥叫红星照耀，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他越是这样，咱越得把这大典办得漂漂亮亮的。魏公公，将军命我等听候皇上与娘娘差遣。皇上万岁，娘娘千岁！祭坛塌了，这是不祥之兆啊！唉，天心难测，看来皇兄的德行确实有亏。妖星现，紫薇案，是妖妃祸国，上天降下惩罚啦！皇上圣明，大庆万年，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旧坛不稳，需心机，尔等看清，乃破旧立制新之兆，朕承天命，割必整顿朝纲。正如此坛案破而后立，从今日起，我大庆将有新相。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我收了钱，是安乐郡王，他让我在祭坛的基石上做手脚。坍塌、骚乱、嫁祸，这一切都是障眼法。这个二虎八鸡的家伙，真正的目的根本不在这里。媳妇儿，你瞅见没？哥今天那几句话，是不是贼拉耍了呢？花了那么大劲儿，又是摔官员，又是讨牲口的，就为了让咱在祭坛上出个丑，你不觉得这事儿有点太简单了吗？你的意思是，他还有后手？肯定的。天狗10日了，我的妈呀，天黑了！是妖妃，是那个丽妃刻的。他来了之后，又是他祭坛，又是天狗10日，他就是个灾星！烧死妖妃，平息天怒！对，烧死妖妃！这能行吗？怎么不行？上天都降罪了！他妈的！废丽妃，正朝纲。朕现在就带人去平了他的王府。哥，你站住！媳妇儿，你别拦我！你现在去，不正好中了他的计？外面几十万老百姓正慌着呢，你这边再跟亲弟弟动叨叨，这天下就真乱了。那咋整？就让他这么得瑟，他都要撬我媳妇儿了。别慌，慌就输了。他不是想玩天象吗？行啊，今儿个我就给他上一课，啥叫走进科学。诸位乡亲，莫要惊慌，老夫可以性命担保，此乃正常天象，与人事无关。过一会儿，太阳自己就出来了。薛太医，您说的是真的吗？可这天咋说黑就黑了呢？老夫行医几十年，何时骗过你们？都别慌，各自回家，关好门窗，等太阳出来便是。大家看看这个，皇贵妃娘娘亲自写的，讲清楚了天狗10日是咋回事，别听那帮人瞎说。以人力之光驱天象之暗，天会黑，但我们手里的光不会灭，太阳会回来，大清的百姓心里更要有光。这啥玩意儿？墨色水晶片，看太阳不刺挠。这哪里是什么天狗10日？再有1刻钟，光就全回来了。
娘娘，真的娘娘说的对，丽妃娘娘是神仙啊！什么灾星，我看是福星才对。废丽妃，郑朝刚，他这是狗急跳墙了。朕不会再给他机会了，该收网了。这一次必须连根拔起。江渊府、安乐郡王府亲建钦天监正的宅子，还有赵齐那个王八犊子的王府，该收网了。哥，这次咱得一口气把他们全端了，不能留尾巴。皇上，末将的人已经就位了，您一句话，立马动手。皇兄，七弟他真的要……别叫他七弟，从他想要朕的命那一刻起，他就不是朕的弟弟了。魏晋，东西都准备好了，都在这儿了。贤王私铸兵器的证据，勾结南疆叛军的书信，还有他在宫中安插暗桩的名单，都在这儿了。那边，南疆那边，他到底想干什么？根据咱们的人查到的，南疆那边有一股自称前朝移民的势力，他们这些年一直在暗中活动，想要推翻咱们大清。贤王跟他们有联系。你想铲你个身子来的邓后明，把这王八犊子的牢底掀个底朝天！有事启奏，无事退朝。诸位爱卿，朕有一件大事要告诉你们。朕查到了一桩谋逆大案。谋逆？谁敢谋逆？魏晋，把东西呈上来。这是从安乐郡王府搜出来的兵器图纸，上面有贤王与南疆叛军的往来书信，信上有他私印。这是贤王在宫中安插暗桩的名单，上面有37个人的名字，其中包括钦天监监正。赵齐，你还有何话说？赵恒，你以为你赢了？你得位不正，你根本就不是真正的皇帝。你以为你藏得好？我早就知道了，你不是我二哥，你是个怪物。来人，拿下贤王，革去爵位，打入天牢，听候发落。保护皇上！魏晋，皇上，老奴没事，快去追贤王，他……宰相，大人跟我走。王爷，咱们往哪儿走？有密道，在前面。只要出了宫，老子还有机会。我劝你别跳。你怎么知道这有密道？我来冷宫的次数比你多多了，这密道还是我让人给堵上的。你别废话了，乖乖投降，还能留个全尸。你以为抓住我就结束了？告诉你，这才刚刚开始。不好！我在下面等着你们。天机，魏晋，你个老东西，朕让你躲开，你怎么就不听呢？哥，赵齐死了，但他留了这个。后人当继无志，再造乾坤。这王八犊子到底嘎哈了？哥，我有个不好的预感，赵齐只是个棋子，背后还有人。娘娘，该起了。皇上呢？上早朝去了。娘娘，您咋了？没事，可能是昨天吃坏了。不对啊，娘娘，您昨天吃的都是小厨房现做的，不可能坏。娘娘，您该不会是有喜了吧？奴婢这就去请薛太医。娘娘恭喜了，您这是喜脉，已经有1个多月了。真的？真的，微臣不会看错的。娘娘，您有喜了，去告诉皇上，就说咱家要添丁了。好嘞。皇上，大喜事儿！咋的了？娘娘她有喜了。啥？薛太医刚刚把过脉了，已经1个多月了。皇上，这是咋的了？媳妇儿，你真有了？薛太医说的。咱有娃了，咱有娃了。行了，别激动了，
这事儿又不是你一个人的功劳。你现在啥也别干了，就好好养胎。知道了，你赶紧回去批折子吧，这儿有翠乔照顾着呢。不行，朕得陪着你。拉倒吧，你是皇上，不是我保姆。快走。那朕先回去，晚上再来看你。快走吧。你是哪个宫里的？奴婢是。薛太医说，这茶水里有东西。什么东西？麝香。查！给朕往死里查！哥，别急，那个小宫女已经被拿下了，先审。皇上，娘娘，那小宫女招了，她说是秦嬷嬷指使的。秦嬷嬷，太后的人。朕去找太后。现在去，她不会承认，得拿到铁证。娘娘，您这脉象有点不对劲儿。咋的了？除了喜脉之外，还有一丝微尘也说不清楚，好像是被什么东西干扰了。你是说，有人对我下毒？不能这么说，毒倒是没有，但这脉象确实有些异常。会不会是娘娘最近吃了降克的东西？翠娟，把我这几天吃的东西，还有用的香囊、胭脂水粉，全都拿来，让薛太医看看。这个娘娘，这香囊里有艾草、薰衣草、檀香，还有一味药材叫紫苏叶，单用没问题，但若是和您这几天喝的安胎汤里的当归结合，德妃。小李子，翠翘姐姐咋的了？咋的了？你自己心里没数？说，安胎汤里是不是你动的手脚？我没有啊，我啥也没干啊。这是啥？这是当归。我不知道。娘娘的安胎汤里本来就有当归，但你又偷偷加了一份，对不对？你以为加一点点没人能发现？说，谁让你干的？是姜太后身边的秦嬷嬷。太后，她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哥，别急，秦嬷嬷只是个棋子，真正的主谋是姜太后。这次咱得把她彻底拔掉。你想怎么办？她不是想让我滑胎吗？那咱就将计就计。行，就按你说的办。太后听闻娘娘身子不适，特令奴婢送来十全大补汤，最是养人。太后说，娘娘怀着龙嗣，可得好好补补。多谢太后挂念，翠乔收下吧。那奴婢就回去复命了，娘娘好生歇着。快，拿去给薛太医验验。皇上，娘娘，这汤里有麝香。哥别激动，这次咱得一口气把他收拾了。你说咋办？他这次动手肯定留了尾巴。秦嬷嬷那边你派人盯紧了，他肯定会去销毁证据。魏晋，派人盯着秦嬷嬷，她去哪儿干啥，全都给朕记下来。是。秦嬷嬷，这是要干啥呢？魏公公，您这是？我这是啥？皇上让咱家来问问你，这包袱里装的是啥？秦嬷嬷，你胆子可真大呀，居然敢对皇嗣下手！魏公公饶命，奴婢也是听命行事啊！听谁的命？是太后让奴婢这么干的。行了，跟咱家走一趟吧。皇帝，这是何意？太后，您说这只是何意？这是从秦嬷嬷那儿搜出来的，里面有麝香毒药，还有您亲笔写的信。这是您的亲笔，还能有假？您自己看看。皇帝，够了！太后，朕忍您很久了。从朕登基那天起，您就没消停过。先是扶持江渊，想架空朕；后来又跟贤王勾结，想废了朕。现在您又对朕的孩子下手，您到底想干啥？皇帝，
哀家知错了。晚了，来人，将太后软禁在慈宁宫，没有朕的允许，不许出宫门一步。是。姜太后谋害皇嗣，罪不可赦，已软禁慈宁宫。姜氏一族，凡涉事者，一律严办。魏晋，选姜渊身为国舅，纵容太后行凶，革去一切爵位官职，发配岭南，永不叙用。姜氏嫡系子弟涉案者7人，斩立决，堂内流放3000里。姜家所有财产充入国库，其余附逆官员，礼部尚书、户部侍郎。还有谁想替姜家求情的？退朝。哥，今天朝上咋样？都清理干净了，姜家完了。那就好，这后宫总算能消停几天了。媳妇儿，有件事。啥事儿？不急，你先养着。皇上，有要事禀报。什么事儿？无妨，说。皇上，这是老奴在整理贤王遗物时从一个暗兜里找出来的。这是穿越者分布图，每一个点都代表一个穿越者或者穿越者小队的降落位置。你的意思是？查干不是个例，他只是先遣队，而且他们不止一批。哥，咱家这炕头看来真得盘个地球仪了，这盘棋比我想象的要大得多。皇上，800里加急！北境大败！慕容展说，狄族人跟换了个人似的，打法邪乎的很，来无影去无踪。咱们的大军跟没头苍蝇似的，到处扑空。末将打了半辈子仗，没见过这种打法。他们好像能未卜先知，咱们的每一步都被算死了。皇上，丽嫔娘娘求见。让她进来。媳妇儿，你咋来了？这儿乱，快回去歇着。我瞅你没吃饭。李修查干用兵诡过，常以小股精锐深夜渗透我军后方，精准破坏粮道。一部由手射战，突袭我军将领营帐，行斩首之策，致使军心大乱。靠，小股渗透，精准破坏，瞎打法吗？那个叫查干的，绝对有问题。娘娘，这大半夜的，您干哈呀？干哈？干仗。小股渗透，机动性强，后勤肯定跟不上，打的就是一个快字。夜间斩首，说明他们有特殊的夜视能力，或者有比咱们更好的照明工具。娘娘，您画的这全都是啥呀？地战阵地战，战术分析图。对付特种作战，就得用反特种作战的法子。娘娘，您这是一宿没睡啊？没事，俏儿，走，跟娘娘去上朝。丽嫔娘娘，您怎么来了？后宫不得干政，这是祖宗的规矩。皇上，臣妾有破敌之策。媳妇儿，胡闹，快回去歇着。这事儿有朕呢。哥，你听我说完。这个查干打的是非对称作战，咱们不能用老法子跟他硬碰硬，那叫以己之短攻敌之长。臣妾认为必须成立一支夜不漏，以快打快，专门针对敌人的渗透小队。简直是胡闹！一个妇道人家，竟敢在朝堂之上谈论军国大事，成何体统？拉倒吧你！耽误了军事，你这脑袋有几个够我砍的？都给朕闭嘴！媳妇儿，朕知道你担心，但打仗不是儿戏。我没当儿戏。魏晋，把那玩意儿给我搬过来。这是慕容展的大营，这是咱们的粮草转运站。查干的渗透小队偷袭了这里，这里之后下一步绝对不会直接攻击咱们大营，他们会佯攻这里的一小哨所，目的不是占领，而是把和援军从大营里调出来，然后他们的主力会埋伏在这条必经之路上，打咱们一个伏击。这叫我预测，我预测他们下一个目标位于黑口的第3步解之战，时间不是为了那点粮草，是为了吃掉咱们的援军。魏晋，传朕密旨，800里加急送至北京慕容展处，就按丽嫔娘娘的方案，在黑风口设伏。皇上，黑虎口大捷，斩敌300，大获全胜。好，媳妇儿，你真是朕的福星。咋了？敌军所用之兵器、授予战术皆非凡品，此人究竟是谁？确认了，对面也是个穿越者。此人，而且是个懂军事的。哥，这场仗才刚开始。
啥呀？瞅着挺大个儿，不知道啊。这是何等的神功！哼，不过是些小儿玩戏，中看不中用罢了。打仗靠的是兵法韬略，是浴血拼杀，搞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李将军，嘴上说没用，咱俩就在这儿，当着皇上和各位大人的面比划比划啥？我当茶哈，你当你自己。我这1000就坐这儿，准备偷袭你的粮嘴道。李将军，你打算咋办？哼，有何不敢？本将在此处皆设下重兵，他察罕只要敢来，就是自投罗网。李将军，我佯攻你右翼，你救还是不救？雕虫小技！李将军，你主力已动，后方空虚，我这支机兵断你粮草，毁你归路。你前方主力因军心动摇，被我佯攻部队缠住，请问你这本棋还怎么下？好，杠杠的。传朕旨意，从今日起，沙盘推演定为我大庆军机处之定制，凡有大战，必先推演，没毛病。皇上，这沙盘只是个工具，真正厉害的是咱们的脑子。咱们不仅要研究就怎么打，还要有专门人的人天天搁研究敌人吃啥喝啥，主将有几个老婆，这劲爆分析。咱们还得琢磨咋样能不费一兵一卒就让敌人军心涣散，自己人打自己人，这叫心理战。打仗打的不仅是兵，更是钱和粮，后勤跟不上，100万大军也是白给。娘娘大才，末将心服口服。李将军言重了。媳妇儿，你今天又给哥长脸了。那可不，你媳妇儿我啥时候给你丢过人？皇上娘娘，北境800里加急，那个查干派了使者过来，已经到京城门外了。使者？他来干什么？说是递交国书。来者不善，哥，我去会会他。朕去，你在屏风后听着。大胆蛮夷，见了吾皇为何不跪？我家大汗有信给你们的皇帝。放肆！怎么不敢让他出来？还是说你们大庆的男人都只会躲在女人裙子底下？哥们儿，混哪条道上的？空降落地还是自带装备？我们首领说，战场不是过家家，让你们这些办公室玩家洗干净脖子等着。确认了，对面不止一个穿越者，而且是搞军事的。这帮人不是来建设，是来掠夺的。哎呦我去，搁这跟我俩的呢，还办公室玩家，你咋不说你是 VIP 用户呢？回去告你那嘎达的头，别搁那劲儿白胡吹牛，神气会干一场。有文等能，别整那些虚头巴脑的膈应人。告诉他，东北这嘎达不信邪，也从来不服谁，专治各种不服。你傻你？听不懂人话呀？咋的还想唠嗑啊？麻溜的滚犊子，别在这磨叽。我们大汗说了，这是给你们的礼物，给你们指条活路，往南跑，别回头。媳妇儿，这是一场战争，不只是大清和狄族的战争，是咱们和另一伙老乡的战争，一场你死我活的穿越者内战。抠 RP 公司，哥，穿越不是偶然的，有人在有组织、有计划的进行定向穿越。察罕只是这个组织派来的先遣队，不管他们是谁，来一个杀一个，来2个杀1双，咱俩一起穿过来的，就一起把这帮王八蛋干趴下。那我不怕，就是有点膈应。本来寻思着好不容易找到个老乡，结果是个2五眼。北京这个点是查干，西南、东部沿海，还有这里，海外大陆都有红点。每一个点都可能是一个穿越者小队，查干只是离咱们最近的一个。哥，咱们得加快速度了，火药要量产，火铳要造，还要训练新军。朕已经让阁务院连夜赶工了，第一批镇天绸半个月内就能送到北京。哥，我不是一个人了，我有你，还有这大庆的万千百姓，谁想毁了这个家，我就跟他拼命。咱们一起，这东西比大庆最好的司南要精巧100倍。他送这个过来，不只是羞辱，更是一种炫耀，炫耀他们掌握着这个时代没有的知识和技术。你看这儿，英文的缩写。哥，什么？穿越不是偶然的，有人在有组织、有计划的进行定向穿越。查干只是这个组织派来的先遣队。你是说有一家公司在往这个时代输送穿越者？而且不止一批。查干那种军事狂人被派来打仗，那其他红点上的穿越是来干什么的？搞破坏的，搞殖民的，还是搞科研的？皇上，娘娘，那咱们先别声张，此事
列为最高机密，除了咱们3人，不准再有第4个人知道。奴才明白。哥，查干送这个来，也是在试探我们。我们表现的有没有声纹越震惊，他越得意，所以咱们都现在毫不在意。那就让他得意几天，等阵头造不造得出来。哥，我原来寻思着，就算有别的穿越者，大家好歹也是老乡，能坐来唠唠嗑，一起把这古代整明白。结果呢？不是一路人不进一家门，他们选的是杀戮和掠夺，咱们选的是建设和守护。媳妇儿，你这话说不对。咋不对了？咱俩是半吊子不假，可咱有啥？咱有整个大清朝，咱有几百万人，咱有全天下最好的工匠、最聪明的读书人，还有最那个最打的兵。察罕那帮人再专业，他们有啥？一帮草原上的野人。对，咱们整个吊桌是整个国家机器。既然人家要玩硬的，那咱也别藏着掖着了。沙盘推演那是战术层面的，现在咱得往上走一层，战略层面、科技层面，哥，咱得搞工业了。工业？那玩意儿能搞？搞不了完整的，但能搞个开头啊。先从最简单的开始，黑火药。行，你说怎么搞？硝石、硫磺、木炭这3样宫里都有，得提存。硝石用溶解结晶法，硫磺重新炼，木炭要完全碳化，这是黑火药的最佳配比。朕明天就把阁务院的人全叫来，听你调遣。不行，这事儿得保密。阁务院那边只让最可靠的人参与，对外就说研究新式烟花，给过年助兴。烟花？行，就说是烟花。哥，留给咱们的时间不多了，所以咱们得快。各位，所以从今天起，薛小的透露半个字，诛9族。别紧张，只要你们好好干，本宫和皇上不会亏待你们。事成之后，每人赏银500两，官升3级。娘娘，您到底要咱们干啥呀？炼丹，不过炼的不是长生不老的丹，是能炸死敌人的丹。硝石、硫、狐黄这3种东西按一定比例合，就能产生巨大的威力。现在第一步提纯，薛太医将热水提纯溶解，然后慢慢冷却，吸出结晶。1遍不够就2遍，我要最纯的硝石。这不是制药的法子吗？对，就是制药的法子，但咱们要制的是炸药。李师傅，你负责硫磺重新炼，去除杂质；王师傅，你负责木炭，要用密闭的窑烧，烧到完全碳化，然后碾成粉末，细得像面粉一样。媳妇儿，你觉得要多久能成？快则10天，慢则1个月。这事儿急不得，差一点都炸不响。朕等得起，只要能在查干下次进宫前造出来就行。一定能。第18次了，还是不行。别急，慢慢来。硝石的纯度还是不够，木炭的碳化程度也不够，得重新来。我知道了，问题在木炭，咱们用的木炭碳化的不够，要烧完全碳化，表面要有这种金属光泽。李师傅，重新烧木炭，用密闭的窑烧到木炭表面发亮为止。是，娘娘。就是他。哥，你来点。媳妇儿，你说这玩意儿真能炸？能不能炸，试试不就知道了。成了，真的成了！媳妇儿，这就是你说的咱们的时代？对，火枪、火炮、地雷、手榴弹，哥，咱们的时代来了！娘娘神威，皇上圣明。传朕旨意，阁务院所有人封口，谁也不能泄露半个字。火药配方列为大庆最高机密，即刻开始秘密量产。另外，让工部和兵部各州调10个最机灵的人过来，朕要他们研究怎么把这玩意儿变成上战场的武器。奴才遵旨。哥，你说查核要是知道咱搞出火药来了，得是个啥表情？管他啥表情，等咱们的火铳一响，他就该哭了。媳妇儿，火药是搞出来了，但光有火药还不够，得能用到战场上。查干那帮人不会给咱们太多时间。所以咱们得双线并行，一边让阁务院研究火铳和震天雷，一边想怎么把查干的主力引出来，一次干掉。引出来？怎么引？他精得跟猴似的。上次张猛中伏就是上了他的当，所以咱们得利用他的精。哥，你还记得我说过的路径依赖吗？查干是军事发烧野，他相信自己那一套现代战术是无敌的，咱们就演了1次，就会以为咱们还能用同样那帮没脑子的莽第2次。你是说让张猛再去当诱饵？对，但不是真的送死，咱们给他配最好的装备，提前告诉他计划，再去挑战查干。查干一看，哎呦我的妈，这不又来了个送人头的，他肯定会用老法子，在真保卫三战，在散窗更大嘴对优势。这太冒险了，张猛上次差死了。把张猛问问他，大张能给兄弟们报仇，我张猛这条命随时可以拿去。那小子是真汉子，所以咱们得信他，也得让他信咱们。行，就这么办。朕明天就召张妹进宫，你亲自跟他说。得嘞，来了，坐。罪将张猛叩见娘娘，罪将，罪该万死。行了，别搁那儿哭丧了，我温想报仇。想，做梦能给兄弟们报仇，我张猛这条命随时可以拿去。好，现在我给你一个机会，薛查干你是个愣头青，还会再用同样的法子去挑战他，但这次你不是去送死，
你背后有慕容斩的神机营，有震天雷。娘娘，您的意思是让我当鱼饵？对，而且是能咬人的鱼饵。你进去之后，不是逃跑，是锁住谷口，等查干的大军全部涌进来，神机营就从两侧悬崖上往下扔震天雷。这一次，咱们要的不是击溃，是全歼。末将愿为鱼饵，此战不成功便成人。别动不动就成人，活着回来才是最大的功劳。是，末将一定活着回来。去准备吧，慕容斩会告诉你具体的行动方案。是。娘娘，他能活着回来吗？能，他比他自己想的要强得多。给老子听好了，这玩意儿叫震天雷，拉开引线，数3个数就给老子扔出去，扔得越远越好。谁要是数错了，把自己给崩了，老子可不负责收尸。看好了，1、2、3，扔！我的妈呀，这玩意儿也太猛了！猛不猛看你们练得怎么样。从今天起，你们就是神机营。明白。就是在战场上把这玩意儿准确地扔到敌人的脑袋上，都听明白了吗？大汗，大庆那边又派兵了，带队的还是上次那个张猛，他天天在阵前叫骂，说要跟您决一死战。哈哈哈哈！那个蠢猪还真不怕死，同一个坑掉进去2次。头儿，他这是送上门来找死啊！传令下去，全军待命。等他再冲进来，咱们就再包他一次饺子。这次一个都不放走。是。大庆的将军就这水平，我还以为那个叫玛丽的女人能有什么高招呢，看来也不过如此。传令，3天后咱们在葫芦谷等着那头蠢猪。查干，你个缩头王八，出来跟老子决一死战！上次你偷袭不算本事，有种再来！有种再来！将军，咱这戏演得够像了吧？闭嘴，继续骂，戏要演全套。查干，你个狗娘养的！老子今天不把你脑袋拧下来当夜壶，老子就不姓张！大汗，那个张猛又来了，带着3000人马在谷外叫骂，说要跟您决一死战。哼，还真来了。我就说嘛，大庆的将军脑子都长在屁股上。头儿，咱们怎么打？老规矩，放他进来，咱们把谷口一堵，关门打狗。这次一个不留。是。对了，那个玛丽有没有跟着来？没看到，只有张猛的旗号。女人就是女人，只会躲在后面指手画脚。传令下去，全军准备，等张邦进了葫芦谷，就收网。皇上，北境急报，张猛再次擅自出击，3000人马陷入重围，这都是丽妃下指挥所致。一个副导军务已经害死了3000将士，如今又要害死3000。臣恳请陛下严惩丽妃，以正军心。丽妃祸乱朝纲，避机私臣，若不严惩，大祸不远矣。请陛下降罪妖妃，以为将士在天之灵。够了，张猛出击是朕批准的，你们要弹劾，先弹劾朕。皇上，您是被妖妃迷惑了。丽妃妖言惑众，蛊惑圣心，若不将她与皇上隔绝，大庆危矣。前线战况稍定罪，为时过早。且丽妃娘娘此前在黑风口献计，是有功之臣，不能因为一次失利就全盘否定。王大人，您是被丽妃那碗酸菜炖肉收买了吧？你放肆！都给朕闭嘴！退朝！此事等北京战报回来再议。娘娘，不好了！朝堂上那帮言官又弹劾您了，说张猛出击是您指挥的，害死了3000将士。然后呢？然后，娘娘，您不着急吗？急有用吗？张猛出击是皇上批准的，黑虎口那仗也是给我策划的，打赢了。现在张猛去演戏还没出结果，他们就跳出来咬我，看他们还怎么跳。可是，万一张猛真的……没有万一，我相信他。这帮老顽固，张猛那边还没结果，他们就急吼吼的要定罪。他们不是要定罪，是要逼朕低头。皇上息怒，娘娘她好像一点都不着急。她说什么了？娘娘说急有用吗？等结果出来了，看他们还怎么跳。还说她相信张猛。他总是比朕沉得住气。传朕旨意，在张猛战报回来之前，任何人不许在他弹劾丽妃，违者杖责20。遵旨。不好，中计了，快撤！看，又是一头蠢猪！传令，全军压上，堵死谷口，一个不留！怎么回事？这剧本不对！神机营，听我号令，给老子扔！媳妇儿，赢了！葫芦谷大捷，查干的主力被炸得七零八落，
张猛活着回来了，慕容斩正在追击残敌。死了多少人？张猛部伤亡300余，敌族那边至少5000。300条命换5000，值了。但那300条命也是命。媳妇儿，朝堂上那些弹劾你的，明天该闭嘴了。他们不会闭嘴，他们只会换一个角度继续弹劾。不过我不在乎，只要你和这大庆好好的，我受点委屈不算啥。朕不会让你受委屈。明天朕要当着满朝文武的面给你请功。不用请功，把那些震天雷多造一些，比什么都强。路径依赖。什么？哥，我知道怎么破查干了。查干是军事发烧友，专业但也骄傲。他赢了一次，就会下意识地认为用同样的方法还能再赢第2次，这叫路径依赖。咱们就利用这一点演戏，让他以为咱们还是那帮没脑子的莽夫，自己往枪口上撞。你是说让张猛再去当诱饵？对，但这次不是真的送死，咱们给他配最好的装备，提前告诉他计划。他假装气急败坏，非要报仇的样子，再去挑战查干。查干一看，哎呀我的妈，这不又来个送人头的？他肯定会用老法子，把张猛往他的包围圈里引。这太冒险了，张猛上次差点死了，这次万一……哥，打仗没有万无一失，但张猛自己说了，他愿意戴罪立功。我让人问过他，他说只要能给兄弟们报仇，我张猛这条命随时可以拿去。那小子是真汉子，所以咱们得信他，也得让他信咱们。演戏，咱们东北人是专业的。行，就这么办。朕明天就召张美进宫，你亲自跟他说。得嘞，俏儿，把那碗鸡汤端过来，我饿了。哎，末将张猛叩见娘娘。起来说话。伤好了？谢娘娘关心，末将的伤不碍事。葫芦谷那一仗，你差点死了，怕不怕？怕，但更怕的是对不起死去的兄弟。现在有一个机会，让你给兄弟们报仇，但你要再去当一次鱼饵。娘娘请讲，末将万死不辞。听明白了吗？这次你不是去送死，你是去钓鱼，钓一条大鱼。末将明白，末将愿为鱼饵。此战不成功，便成人。我不要你成人，我要你活着回来，活着才能继续保卫家国。末将一定活着回来。去准备吧，慕容战会告诉你具体的行动方案。绝了以前的福妹儿懂什么打仗，现在末将心服口服。去吧，别给东北人丢脸。得嘞。慕容将军，娘娘都跟你说了。说了，末将愿为先锋。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你要冲进去，把查干的主力引进葫芦谷，然后锁住谷口。在你锁住谷口之前，你是孤军。末将知道。好，那咱们就一起把查干那个王八蛋送进地狱。这是神机营，他们手里的震天雷就是咱们的杀手锏。等你把查干引进，我们就从山上往下扔。你只要守住谷口1刻钟就够了。1刻钟，末将死也要守住。不用死，守住就行。皇上、娘娘，前线密报，察罕已经在葫芦谷集结兵力，就等张猛上钩了。鱼儿上钩了，那就收网。哥，这一仗你必须在场。朕知道，御驾亲征才能鼓舞士气。朕明天就出发。我等你回来。放心，朕不会有事。你也要答应朕，在宫里好好待着，别乱跑。我又不是3岁小孩，去吧，把查干那王八的脑袋带回来。魏晋传旨，明日卯时，御驾亲征北境。奴才遵旨。哥，保重。众卿，朕今日有2件事要宣布。第一，北境大捷，葫芦谷一战歼敌5000，查干主力尽灭。第二，朕要御驾亲征，亲自督战，彻底扫平北境之患。皇上，御驾亲征，战事凶险，您乃万金之体，不可轻易涉险呐。朕意已决，朕在，士气在；朕不在，将士们的心就散了。此事不必在意。
朕离京期间，朝中事务由赵承景监国，王太傅你从旁辅佐。臣弟遵旨。老臣遵旨。退朝。退。查干，你个缩头王八，出来跟老子决一死战！上次是你偷袭，不算本事，有种再来！看，又是一头蠢猪，同一个坑掉进去2次，他还真是不怕死。呵呵，头，他这是送上门来找死啊！传令下去，全军压上，给老子把这葫芦口堵死，一只苍蝇都不许放出去。这次一个不留。葫芦娘，弟兄们，稳住，给老子守住！今天谁也别想从这儿过去！是天雷，天神发怒了，魔鬼，这是魔鬼的妖法！不可能，这不可能！火药，他们怎么会有火药？这不可能！那个只会做菜的东北娘们儿，怎么可能直接把科技树攀到了火药时代？头，咱们怎么办？撤！从侧翼撕开一个口子，冲出去！擒贼先擒王，杀了赵恒！哼！赵恒！玛丽，你们该不会真以为自己是这个世界的天选之子吧？我告诉你们，我们是一个团队。皇上，查看往这边来了，他的亲卫不是普通人，他们用的兵器打法，末将从没见过。朕知道。皇上，您先撤，末将来挡住他们。撤！朕的将士在前面拼命。朕往哪儿撤？今天，朕要亲手宰了他！赵恒，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活，那就试试。皇上小心！皇上，末将没给您丢人。你，我们只是先遣队，不会放过你们的。清点伤亡，厚葬张猛，他是个好将军。皇上，您的胳膊皮外伤，不碍事。察罕说他们只是先遣队，背后还有人，不管是谁，来一个杀一个，来2个杀1双。皇上，这是从查干和他那伙人身上搜出来的遗物。这个标记
不是这个时代的东西。皇上，末将从未见过这种兵器，削铁如楠，咱们的刀剑一碰就卷刃。指南针，但比咱们的丝难巧100倍。皇上，您说那个察罕临死前说先遣队是什么意思？意思是他只是一批人中的一个，还有别人在别的地方。大庆疆域内、西南、东部沿海，还有海外大陆都有他们的踪迹。皇上，您的意思是还有别的查干？而且可能比查干更麻烦。娘娘，您还不睡？都这么晚了。睡不着，心里总不踏实。但打仗哪有不凶险的？俏儿，你说咱们真的能赢吗？不只是这一仗，是以后所有的仗。娘娘，奴婢不懂打仗，但奴婢知道有您在，有皇上在，大庆就输不了。你倒是对我有信心。那是，娘娘您可是个厉害的人。但愿吧。皇上万岁！皇上万岁！丽妃娘娘千岁！娘娘是福星下凡。哎呦，我是想给娘娘送吃的。这阵仗咋跟粉丝接机似的？大娘你这就不讲究了，应援扔鸡蛋，这算啥章程？恭迎皇上，恭迎娘娘，凯旋还朝。哎呦喂，这老古板腰还挺好，这一下弯的比我前世公司里给甲方鞠躬都标准。看来这回的业绩是真把老头给干服了。媳妇儿，辛苦了。今日之胜，非朕一人之功。朕之所有，一半是诸位用命换来的江山，另一半便是朕的挚爱，朕的皇后。真香！皇上圣明。累死老娘了，比当初连开72小时项目会还累。今天咋样？哥给你长的这脸够不够面？拉倒吧你，整的死出，肉麻的我鸡皮疙瘩掉一地。还挚爱，你咋不说你是我的唯一？那下次朕就这么说。你快滚犊子！媳妇儿，你看看这个。公司又见这个标记。或许在他们眼里，这里不是历史，只是一个可以为所欲为的游戏场。不想了，脑壳疼。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他就是天王老子，敢来咱这嘎达嘚瑟，也得让他知道东北乱炖的威力。当务之急是把咱家这小小子平安生出来。哎，他今天又踢你了没？踢了。刚才在宴会上，你搁那儿发表爱的誓言的时候，这小子就在里头开运动会呢。你说咱给他起个啥名好呢？大名你来定，小名我必须承包。我寻思着就叫铁锅吧，你看咋样？一听就皮实，耐用。咱儿子是皇子，不是厨具。那叫酸菜，照酸菜，多有家乡味儿。要不叫狗蛋儿吧？听说名字越贱越好养活。我家儿子凭啥叫狗蛋？我看你就像叫个狗蛋。娘娘，您这龙子康健，脉象有力，只是您自个儿前段时日耗神太过，气血有些亏破，这生产之时怕是会比寻常产妇多几分凶险。有几成把握？这臣不敢妄言，只能说臣会联合太医院所有同仁，竭尽全力保娘娘与皇子平安。怕啥？我这身子骨壮得跟头牛似的，不就是生个孩子吗？多大点事儿？哎呦，咋了？没事儿，这小兔崽子又踹我了，劲儿还挺大。哥，好像玩砸了，好像要生了。崔笑，薛太医，快去请薛太医，娘娘要生了。铁蛋儿，看啥呢？娘娘，您还真叫皇子铁蛋儿啊？咋的？这名字皮实。娘娘，户部送来这个月的实业账册了，快拿过来我瞅瞅。好家伙，这个月光李秀那个直播间就挣了3万两，这么多？那可不，人家李秀那张嘴比金子还值钱。累死朕了，那帮老头子今儿又巴巴了一上午。哥，跟你说个事儿。啥事儿？你那道册封的圣旨啥时候下啊？哟，这是着急当皇贵妃了？废话，谁不想升职加薪？喏，早给你准备好了。哇，这规格够高啊！那可不，朕的媳妇儿必须得最好的。少来这套，你就是怕我天天找你要经费，干脆让我自己当家。被你看穿了。皇上，娘娘，李秀求见。娘娘，这是这个月所有后宫实业的详细账目，
咋回事？怎么突然多了这么多项目？回娘娘，自从奴婢的直播火了之后，宫里好多娘娘都学着办起了自己的频道。婉嫔开了个卖首饰的，静嫔搞了个卖香粉的，连慎贵人都弄了个卖糕点的。婉嫔的首饰卖了300两，静嫔的香粉卖了200两，慎贵人的糕点更惨，只卖了50两。反观李秀的频道，一个月3万两。他们都咋卖的？奴婢看过他们的直播，说实话，简直没法看。婉嫔那个上来就好，姐妹们，这镯子可好看了，买买买啊，跟菜市场大妈似的。静嫔更逗，她拿着个香粉盒子说：“此乃宫中秘方，涂了保你倾国倾城。”结果有人问她成分，她支支吾吾说不上来，当场翻车。朕说最近怎么后宫这么热闹，原来都去搞副业了。这哪是搞副业，这是败坏招牌啊！哥，你瞅瞅这个，本来咱们后宫实业搞得挺高端的，现在可倒好，一个个跟风，把个好好的赛道整得跟五爱市场似的。确实有点乱。何止是有点，这简直是劣币驱逐良币。李秀这边辛辛苦苦打造的皇家品牌，让这帮人一搞，档次直线下降。娘娘，奴婢还有个担心，这些娘娘卖的东西质量参差不齐，万一出了问题，咱们整个后宫实业的口碑都得遭殃。这话说到点子上了，哥，这事儿你得管管。朕觉得吧，这事儿还得你来，你不是皇贵妃了吗？后宫的事儿你说了算。行，那我就整顿整顿这后宫直播界。给我拿笔墨纸砚来。第1条，凡参与后宫实业的妃嫔必须参加统一培训，考核通过后方上岗。第2条，设立内容审核机制，所有直播内容需提前报备，杜绝虚假，建立宣传。每个品类只允许1到2个优质频道存在，避免恶性竞争。第4条，成立后宫实业管理委员会，由皇贵妃亲自挂帅，负责监督执行。媳妇儿，你这是打算把后宫当公司管啊？那可不，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想挣钱可以，但得按我的规矩来。李秀，你看看还有啥要补充的？娘娘，这些条款太好了，要是能落实下去，后宫实业肯定上一个新台阶。那当然，姐可是专业的。那培训谁来讲？我啊。你？咋的？瞧不起我？我当年在公司可是培训讲师 ，PPT 做的贼溜。行行行，你厉害。魏公公，麻烦你去拟一道懿旨，就按这个内容写。是。哥，你说铁蛋长大了会不会怪我给他起这么个破名字？不会，这名字好养活。那大名你想好了没？想好了，就叫小皇子安邦定国的安。安邦定国的安，行，听着挺顺耳。啊，娘娘，好像是婉嫔他们来了。来的倒挺快。娘娘，奴婢有话说。起来说话。娘娘，奴婢听说您要整顿后宫实业，还要办什么培训班，这是不让奴婢们赚钱了吗？就是啊，娘娘，奴婢们好不容易找到点事儿干，您这一整断，奴婢们岂不是又得闲着了？娘娘，您就高抬贵手，饶了奴婢们吧。你们都说完了，那现在该我说了。我问你们，你们开直播挣钱了吗？挣了一点。一点是多少？300两。300两。李秀一个月挣3万两，你挣300两，还好意思说挣钱了？哼！我再问你们，你们卖的东西质量有保证吗？奴婢的香粉是从宫外买的，应该没问题吧？应该？做生意能用应该这个词吗？万一出了事儿，谁负责？我跟你们说实话，我办这个培训班不是为了卡你们，是为了帮你们。娘娘此话怎讲？你们想想，李秀为什么能挣那么多钱？因为她专业，她知道怎么选品，怎么讲解，怎么跟客人互动。你们呢？上来就好买，客人凭什么买？再说了，后宫实业是皇家的招牌，不是你们自己的小作坊，质量出了问题，丢的是整个皇家的脸。那娘娘的意思是？我的意思很简单，想继续干就来参加培训，学会了，考核通过了，该干嘛干嘛，学不会的，趁早别浪费时间。那培训什么时候开始？魏公公，你去安排一下，把慈宁宫旁边那个大殿腾出来当教室用。是。哥，你说贤王留下的那张星图上面还有好几个红点，咱们接下来怎么办？慢慢来，先把国内的事稳住，再往外看。饭要一口一口吃，路要一步一步走。对了，我那个培训班的课程安排还得好好琢磨琢磨。你还真打算亲自教他们？那可不
不亲自教，他们学不会。行，那朕就等着看你的培训班办得咋样。哼，你就瞧好吧。姐妹们，安静，上课了啊！今儿个是咱们培训班的第一课，我先问问你们，你们觉得卖东西最重要的是啥？是东西好，是嘴皮子利索，是皇上赏脸。都错了，卖东西最重要的是定位，你得想明白，你这玩意儿是给谁用的？就拿你那首饰来说，你觉得是卖给宫里扫地的太监，还是卖给前朝那些个阔太太？那肯定是阔太太啊。对了，这就叫要用户画像。你不能立刻是一个天天抡大锤的将军去买你那一小盒香粉吧？那叫不精准。我再给你们讲讲啥叫内容为王。你们学着李秀吆喝，光会喊姐妹们买它，那不行，那叫噪音污染。你得广故事。你这根簪子是哪个老师傅打的？用的是什么料？戴上之后是不是能让你想起18岁那个一面初恋的那个下午？这叫情感附加值，懂不懂？高手，这是个高手啊！丽儿，你看那孩子叫婉晴，是姐姐我特意推荐来旁听的。这孩子手巧，就是性子太闷，不爱说话。你弄的这个挺好看的。奴婢，你别慌慌，我就是觉得你这摆的比他们说的好听。你跟我说说，为啥这么摆？回娘娘，奴婢觉得东西多了反而看着乱，有时候少一点反而更显眼。我的妈呀，这丫头是个天才！哎呦，皇贵妃娘娘，您可别为难她了。德妃姐姐也是好心，把个太后宫里出来的闷葫芦也送来学本事，可她连话都说不利索，能卖出去啥呀？婉嫔，会不会卖东西，嘴皮子是一方面，脑子是另一方面。婉清这脑子，我看比咱们在座的好多人都灵光。从今天起，咱们后宫实业总公司增设一个新部门，就叫品牌设计部，专门负责咱们所有产品的包装、陈列和视觉呈现。这部门的老大嘛，就你了。娘娘，奴婢不行。我说你行你就行，别磨叽，就这么定了。哥，你猜我今天发现了个啥宝贝？啥宝贝？一个叫婉晴的宫女，设计天赋绝了，我把她提拔成品牌设计部的老大了。你又整啥幺蛾子？品牌设计部，咱大庆6部都没这部门。你懂啥？这叫专业化分工。你瞅瞅，这是婉晴下午画的新直播间的背景设计图。哎，这画的还真不赖，比朕书房里挂的那几幅山水画瞅着舒坦多了。那可不，我跟你说，这丫头是个宝贝，咱得好好用。各位老铁姐妹们，今天咱们皇家伴手礼系列首发，大家看这条丝帕用的是江南贡缎苏绣兰花，每一针都是宫里的老师傅亲手绣的，闻一闻还有淡淡的兰花香。再看这个香囊，香云纱面料，里头装的是桂花和白兰，挂在家里一整天都是香的。还有这个点心盒，竹篾编织，趁着水墨画，用来装点心送人，倍儿有面子。哇，姐妹们太给力了！兰花手帕已经卖出3000条了，香囊5000个，点心盒2000个。我的天，你们这是要搬空我们仓库啊！看见没？这就是专业的力量。娘娘，这回可好了，婉请姑娘一战成名，看谁还敢说咱们后宫实业是瞎折腾。不过我还在琢磨另一件事。啥事儿？这些宫廷美学，这些传统手工艺，如果能和更实用的东西结合起来，那是不是就能打造出一个真正属于大庆朝的国潮品牌？国潮？算了，说了你也不懂。总之，咱们的盘子可以再铺大一点，这盘棋越来越有意思了。哎，你们听说了吗？宫里那个什么伴手礼，瞧着好看，其实用料差得很。真的假的？我上周刚买了3条丝帕。可不是嘛！我听说啊，那点心也不是什么好东西，用的都是陈年的面粉，吃多了伤身子，还有更邪乎的呢。我跟你们说个秘密，你们可千万别往外传。那点心的方子根本就不是皇贵妃娘娘想出来的，是偷的江家传了几百年祖传秘方。江家就是太后娘娘的娘家。嘘，小声点儿。你们想啊，太后娘娘仁慈，把秘方拿出来给宫里用，结果倒好，让那丽嫔娘娘去当成自己的功劳，还拿出去卖钱，这叫什么？这叫欺世冒名，有辱皇家体面。娘娘，现在外头都传疯了，好几个下了大订单的贵妇，今天一早就派人来退货，说咱们是骗子。娘娘，是奴婢的错。你错哪儿了？奴婢不该。你没错，你唯一的错就是做得太好了，挡了别人的路，碍了别人的眼。退货的有多少？少说有10几家，都是京城里有头有脸的。行啊。这是冲着我来的，光解释没用，得让他们亲眼看看。娘娘的意思是，李秀，你马上去办几件事。娘娘请吩咐。第一，给我拟请帖，
把京城里所有有头有脸的贵妇、文人雅士，有一个算一个，全都给我请来。就说本宫要举办一个皇家实业开放日。开放日。第二，把钱老先生给我请来，就说他上次吃的点心出了最新款，请他老人家务必赏光来品鉴。是。第三，你去把咱们所有的生产车间从里到外给我拾掇干净，把咱们用的最好的丝绸、最新鲜的料子全都给我摆出来。咱们要开门做生意，就要开得坦坦荡荡。是，娘娘。想搞垮我的招牌，我倒要看看到底是谁搞垮谁。太后，外头的流言已经传开了，好几家贵妇都去退货了。他打算怎么办？回太后，丽嫔娘娘要办什么开放日，请京城里的贵人们去参观。开放日，他倒是会折腾，让他折腾去吧。越是折腾，越说明他心虚。各位，欢迎来到我们后宫实业的生产基地，大家随便看，随便问，绝对透明。各位请看，这就是我们做手帕的料子，大家可以摸摸看。这料子比我上次裁衣服的还好。这地方真是干净。我们做点心用的都是新磨的糯米粉，筛过3遍才用。豆沙要熬2个时辰，熬到沙细如泥才收火。糖是南方上贡的双糖，清甜不腻。钱老，您尝尝这款新做的桂花糕，用的是老法子，配了新方子。糯米粉细而不散，豆沙绵而不腻，桂花香是天然的，用料尚可，工艺尚可，用心尚可。那个皇贵妃娘娘，我之前退的那几盒点心还能再买回来吗？当然可以。各位，今天在场的每一位都送一份我们新做的点心礼盒，希望大家回去以后帮我们多美言几句。是的。看见没？好手艺自己会说话，你做的东西比什么流言都管用。媳妇儿，怎么了？不是都解决了吗？哥，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姜太后不是说咱们偷她家祖传秘方吗？她想靠这个秘方来维系姜家最后的体面和影响力。没错。那我就让她家连秘方都没得传。你想怎么做？过几天的宫廷艺术节年度盛典，咱们给她准备一份大礼。媳妇儿，你可真够损的。损？我这叫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她要脸，我就偏偏打她的脸。太后，丽嫔娘娘求见。让她进来。太后安好。皇贵妃今日怎么有空来哀家这儿？太后，过几天宫里不是要办艺术节的年度盛典吗？我寻思着，这么大的场面，您老人家要是不去，多没意思。皇贵妃有心了，哀家年纪大了，就不凑这个热闹了。哎呀，太后您这话说的，这次盛典的主题是传承与创新，专门请了一批老工匠、老绣娘来展示宫廷艺。您老人家见多识广，正好给我们把把关。既然皇贵妃这么说了，哀家就去看看。那就这么说定了，太后。太后，奴婢怎么觉得丽嫔娘娘这次来有点不对劲儿？她不过是想借哀家的脸面，给她那个盛典增光点彩。正好哀家也想看看她到底能玩出什么花样来。各位，欢迎来参加咱们宫廷文化艺术节的年度盛典。今天这个盛典啊，主题就俩字儿：传承与创新。大家看，这些展台上都是咱们宫里老师傅们的手艺活，有刺绣的，有雕刻的，有制香的，还有做点心的。这位是宫里的老绣娘王嬷嬷，她今年70了，绣了一辈子的龙袍。这手艺绝了，这龙鳞绣的跟真的似的。这位是老木匠李师傅，专门给宫里做家具。大家看这个椅子，全榫卯结构，一颗钉子都没用。这个展台啊，有点特殊，这是咱们后宫实业品牌设计部的婉庆姑娘，她在传统工艺的基础上做了一些创新。这丝巾用的是传统的苏绣手法，但图案是婉清自己设计的。你们看这朵兰花，只用了3种颜色，但层次分明，这就叫传承与创新，传承老手艺，创新新设计。不错，有巧思。不过啊，有些人不这么想，有些人觉得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就得原封不动的守着，改一点都不行。皇贵妃这话是什么意思？太后别急啊，我这就给您解释。大家看，这2盘点心
一盘是咱们后宫实业的最新款桂花糕，一盘是江家祖传秘方做出来的。这是什么意思？太后别激动啊，我就是想让大家品鉴品鉴，看看到底是老秘方好还是新更易好。钱老，您是这方面的专家，麻烦您给大家讲讲。用料还可以，但工艺陈旧，豆沙也不够细腻。这个桂花糕酥皮入口即化，馅料细腻香甜，这才是真正的宫廷点心。这两种点心的区别在哪儿？江家秘方的点心用的是几十年前的老配方，那个时候宫里条件有限，但现在不一样了，咱们有了更好的原料，更先进的工艺。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咱们要传，但传承不是照搬，而是在传承的基础上创新。哟，这不是老江家祖传的秘方点心吗？皇贵妃娘娘说了，创新才是硬道理，秘方再牛也得跟着时代进步啊，要不然啊，就跟这点心似的，又油又腻，谁爱吃谁吃去。走。各位，今天这个盛典就到这儿了，大家吃好喝好啊！皇贵妃娘娘，您这招太绝了，就是把太后气成那样，痛快！哎呀，我这也是为了咱们大庆朝的发展着想嘛。娘娘，别哭啊，这是好事儿。奴婢知道。媳妇儿，你可真行，太后那张脸绿得跟王八似的。嘘，小声点，这么多人看着呢。你是没看见江太后那脸绿得跟王八似的。那可不，我跟你说，这次盛典之后，江太后在京城里算是彻底没脸了。她那些残余势力也该散了。哥，后宫的事儿算是告一段落了，接下来咱们得把精力放在前朝了。前朝的事儿比后宫复杂多了。怕啥？咱俩一起上，还有啥搞不定的？行，那就一起上。这帮王八蛋！你看看，这都是啥玩意儿？杨知府说国库空虚，没钱修堤坝；苏知府说百姓刁民，不配合征工；还有这个杭知府说新政太急，需要从长计议。从长计议个屁！朕都下旨3个月了，他们还在那儿磨叽。皇上息怒，奴婢打听过了，这些个知府表面上哭穷，私底下可阔绰着呢。杨知府刘大人府里新添了2个戏班子，天天唱大戏。苏知府王大人刚给小妾买了一套宅子。杭知府……行了行了，朕不想听这些糟心事儿。朝堂之上，无可用之人啊！皇上，皇贵妃娘娘求见，快让她进来。哥，咋的了？谁惹你生气了？还能有谁？那帮地方官，朕推行新政，减税惠民，兴修水利，哪一样不是为了百姓？结果呢？到了地方，全都石沉大海。地方官员阳奉阴违，这帮孙子吃着朝廷的俸禄，干的都是啥事儿？哥，你这新政推不下去，根儿在哪儿？你知道吗？在哪儿？在人。你那些个地方官，一个个都是老油条，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你在京城发号施令，他们在地方阳奉阴违。朕也知道，可朕总不能把所有地方官都换了吧？换人治标不治本，你得从制度上下手。制度？我跟你说，现代企业管理有一个东西叫绩效考核，就是给每个官员定指标，完成了有奖，完不成扣钱，甚至撤职。这个好。光有考核还不够，你还得有监督机制，就是派人暗访，看看这些官员到底在干啥。可朕派谁去？御史台那帮人跟地方官都是一个鼻孔出气的。所以啊，你得成立一个新机构。新机构？对，就叫廉政部。这个主意不错，可朕担心地方官员反弹。你想啊，朕这一搞，等于是把他们的饭碗都砸了。万一他们联合起来闹事，那可就麻烦了。他们不敢明着来，只能暗地里搞小动作，而咱们呢，就是要把他们的小动作全都揪出来。可万一动静太大，动静大才好呢。你这新政不就是要改革吗？改革哪有不流血的？哥，你要是怕这怕那，那这新政就别推了。你说的对，朕决定了，就按你说的办。这就对了嘛。不过啊，咱们得循序渐进。怎么个循序渐进法？先从几个边远州府试点，就挑那几个又富又爱哭贫的，狠狠查一遍。有道理。还有啊，咱们得造势。造势？对，让百姓知道皇上是真心为他们好，那些地方官才是吸血鬼。让李秀在直播间里宣传新政的好处，顺便把那些官员的考核标准也公布出来。妙啊！魏公公，你去办几件事。第一，秘密组建一支钦差暗访团，由你亲自带队。第二，去请钱老先生进宫，朕有事要跟他商量。第三，拟旨成立廉政公署，直属朕管辖。是。哥，
你这回可是要动真格的啦！不动真格的不行了，这大清朝是时候该刮骨疗毒了。您是想让老臣写几篇文章宣传新政？正是，钱老德高望重，您的文章百姓信服。皇上，老臣有个建议，您说。光写文章还不够，得让百姓看得懂。皇贵妃娘娘说的是，您那文章知乎者也的，老百姓看不懂。所以老臣想，不如写成白话文，再配上插图，印成小册子，发到各地去。好主意，钱老这招高明。那老臣这就回去动笔。有劳钱老了。哥，我看这事儿8、9不离10了。但愿如此。太干净了，干净的不正常。按魏晋信上说的，朕怕是得几位大人立个清正廉明的牌坊。我就知道这帮孙子肯定都串通好了，你派人去查，他们早就把屁股擦干净了。内部攻不破，那就从外部来。外部？怎么个外部法？靠人民群众啊！哥，你听说过媒体监督吗？李秀的直播间就是咱们这个时代最牛逼的媒体。你是说让老百姓来举报？对，发动群众搞举报。所以咱们得鼓励百姓，咱们可以这么干。好，就这么办。各位老铁姐妹们，插播一条重要通知。皇贵妃娘娘体恤民情，知道大小日子过得不容易，有时候受了欺负还没地方说理，所以娘娘特意嘱咐奴婢，从今天起，咱们直播间开设一个皇贵妃信箱。不管你是谁，不管你在哪儿，只要你遇到了不平事，尤其是被某些不良地方管理人员欺负了，你都可以写信，把你怎么被欺负的、被谁欺负的写清楚，然后匿名投到我们指定的秘密联络点。记住，是匿名，你不用写自己的名字。皇贵妃娘娘向大家保证，只要你写的是真事，一经查实，不仅会为你做主，严惩恶人，还会给你重重赏赐。最重要的一点是，娘娘会派专人保护你的安全，绝对保密。谁要是敢打击报复，严惩不贷。媳妇儿，你这招行不行啊？别是咱俩自嗨了。别磨叽，这才几天，让子弹飞一会儿。娘娘来了，第一封信。就这点事儿？事儿虽小，五脏俱全啊，这就是贪腐的缩影，必须严办，而且要大办特办。你们干什么？我是朝廷命官。奉旨拿人带走。州城外某村村正贪污救济粮，多收百姓税数，现已伏法。举报人获赏银100两，身份保密。老天开眼了，原来举报真的有用，还有赏钱，还安全。哥，你瞅这个，冀州一个县令说他手下有500个衙役，每个月从朝廷领500份俸禄，结果呢，他衙门里拢共就50个人，他一个人吃了450份空饷，这是腐败啊！还有这个，两广总督年年上报洪灾，说百姓颗粒无收，请求朝廷赈灾，结果呢，他把赈灾的银子拿去倒卖丝绸茶叶，赚得盆满钵满，真正的灾民连根毛都没见着。皇上、娘娘，老臣为天下百姓谢过二位。钱老，这才刚开始。哥，你过来看看，你看，杨知府刘大人、苏知府的王大人、杭知府的张大人，他们的后台好像都指向了京城同一个地方。哥，看来这火要烧回咱们自个儿家门口了。户部侍郎张敬平。杨知府刘大人孝敬您的兵境探境，共计白银12万两，黄金3000两，名下田产700亩，皆有账可查。兵部副郎桑周维。皇上，臣冤枉。苏知府王大人向您购置军械，虚报价格，您二人3期分账，您得银8万两，此乃王大人亲笔供词。拖下去。皇上，请皇上三思啊！此番株连甚广，朝堂动荡，若再查下去，恐动摇国本呐！请皇上以社稗为成命。王太傅，朕问你，什么才是国本？是那些吃着朝廷的俸禄，却把百姓当韭菜的贪官污吏吗？还是那些在河堤上偷工减料，害得无数百姓家破人亡的蛀虫？朕告诉你，你们听听外面的声音，百姓们怎么说？他们说老天开眼了，他们说皇上圣明，这才是国本。王太傅，朕知道你忠心为国，但忠心不是护着那些蛀虫。朕意已决，不必再劝，退朝。哥，今天朝上咋样？7个全拿下。王府之内老头子还带着人跪了一地，说什么动摇国本。然后呢？朕告诉他，百姓才是国本，他哑巴了。行啊，哥，有魄力。可是空出来的那些位置让谁填？总不能还用那些门阀世家的人，那跟没改革有什么区别？哥，你听没听说过一句话？地球离了谁都转，没了这几个贪官，朝廷塌不了。你现在愁的不是没人干活，而是没有你的人干活。那咱们就考啊！考？对，
搞一场全国范围内的考试，不问出身，不看背景，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谁有本事谁就上。这能行吗？自古以来，官员都是举荐或承袭。哥，你想想，这天下有多少寒门学子，他们10年寒窗就因为没有文路，一辈子都出不了抽。咱们给他们一个机会，他们能不为你卖命吗？还有呢，继续说。光考试还不够，还得搞轮岗，就是官员不能在一个地方待太久，尤其是不能在自己老家当官。你想想，老家待久了不成他家天下了，他跟地方豪强勾结，你这个皇帝不就被架空了？媳妇儿，你这脑子真是……那可不，哥，你准备什么时候下旨？明天。宣旨：为广纳贤才，肯颖朗志，朕决议以魏凡进终生考核标准，优胜劣汰。即日起，昨日被革职查办的所有职位，全部通过考核选拔。朕要给全天下的读书人一个公平。大庆朝第一次，也是开天辟地第一次选拔考试，就在1个月后举行。哥，我跟你说，这考试得好好设计，申论考分析问题的能力，策论考解决问题的能力，不能光考死记硬背。有道理，那谁来出题？钱老先生啊，他德高望重，又刚被咱们感动过，肯定愿意帮忙。再加上几个清流官员联合出题。行，那怎么防止作弊？魏公公的人全程盯着，考场严查，谁敢作弊，这辈子别想再考，还得搞个公示制度，考完了把成绩贴出来，让大家监督。你这些法子都是从哪儿学的？现代考试制度啊，哥，你当年高考没经历过？哥，我跟你说件事。说。我想回去了。回哪儿？沈阳，回我那个世界。这几年咱俩折腾得够呛，后宫整顿了，朝廷也清了，国家也蒸蒸日上了。我这个穿越者的任务算是完成了。你确定？确定。我总觉得我不属于这儿。你属于这儿，你是我媳妇儿，是大庆的皇贵妃。可我不是古代人。我也不是。咱俩都是穿越的，凭啥你能走我不能？你也想走？不想，但你要走，我就得跟着。哥，你疯了！你是皇帝。皇帝怎么了？皇帝就不能有自己的想法了？我这3年能活成个人样，全靠你。你要走，这地方对我来说就是个笼子。可你走了，大庆怎么办？有贤王，我弟弟不傻，这几年跟着咱俩学了不少。再说了，朕这几年推的那些新政已经定下规矩了，谁坐这个位置都得按规矩来。哥，你真舍得？舍得？有啥舍不得的？跟你回沈阳，咱俩找个小饭馆，我炒菜你收钱，不比当皇帝强？你可拉倒吧，就你那手艺。咋的？瞧不起我？我锅包肉做的可不比你差。哥，我真的想回家，我想我爸妈，想我那个破公司，想我那群损友。我在这儿活得再好，也总觉得不踏实。行，咱们就回去。真的？真的。不过得等镇子忙完，政审那些事儿还得收尾，新官上任也得看着点。等一切都稳当了，咱俩就走。哥，你说咱俩回去以后还能在一起吗？为啥不能？我怕回去以后你就忘了我。媳妇儿，你可真能想，咱俩这都经历多少事儿了，我能忘你？再说了，回去以后我第一件事就是去你家提亲。滚！谁要嫁你？不嫁拉倒，那我就天天赖你家门口，看你烦不烦？你还真有脸。那可不，为了你，我啥都干得出来。姐妹们，今天把你们叫来是有件事要说，本宫要离开了。娘娘，你要去哪儿？去一个很远的地方，可能这辈子都回不来了。这些年你们跟着我也算辛苦了，所以本宫想给你们一个选择，愿意留在宫里的继续留着，本宫会让皇上给你们安排好；不愿意留的，本宫给你们一笔钱，让你们出宫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娘娘，奴婢想出宫。好，还有谁？行，你们的事儿本宫会安排好。姐姐，天下没有不散的样数，你是个好人，这后宫交给你，我放心，保重，保重。俏儿，你跟了我这么多年，也该给自己打算打算了。过阵子我会跟皇上商量，给你找个好人家。娘娘，别哭，好好过日子。众卿，朕有件事要宣布，从今日起，朕将逐步退归幕后，由贤王监国，处理朝政。皇上，此言何意？您龙体康健，正值壮年，为何要退居幕后？朕累几年，朕为大庆操碎了心，现在新政已定，该让年轻人上了。皇兄，臣弟不敢。怎么不敢？这几年你跟着朕和皇贵妃学的还不够吗？可臣弟没有可是，朕意已决，你好好干，朕相信你。臣弟遵旨。王爷，皇上说让您好好干，别辜负了他的期望。魏公公，转告皇兄，臣弟绝不辜负。起来吧，以后好好跟着贤王，别让他走弯路。老奴遵旨。皇上，您真的不回来了吗？不回来了，我跟媳妇儿要去过自己的日子了，这大庆就交给你们了。魏公公，别哭啊，咱们又不是死了，只是换个地方活着，
说不定以后还能见呢。娘娘说的是。哥，你后悔吗？不后悔，跟你在一起，去哪儿都行。你这话说的肉麻死了。肉麻咋的？我还能更肉麻。滚！我回来了。来啦，起来啦，赶紧洗漱吃饭。妈，哎呦，咋的了？做噩梦啦？没，我就是想你了。行了行了，赶紧洗脸去，一会儿饭该凉了。嗯，我真的回来了。丽，开门。媳妇儿，想我没？你也回来了。妈，这是我男朋友。哟，这谁呀？快进来，快进来！阿姨好。哎，好好好，快坐，一起吃。